所以我也覺得我們在台北或者我們的工作關係，我們只能說我們就做資訊的收集。可是你們全台灣到處跑，你說這 AI 不是只有台積電，不是只有剛剛講台達電，你說不是只有這些，是你現在看到很多的產業，台灣使用 AI 的這種速度，它的這種深度，它的廣度是超乎我們的想象嗎？現在等於說你到了各個產業裡面，沒有一個不是搞 AI 嗎？其實就連我以前在台積電的，我們以前呢，我的部門是分析良率的。我記得以前呢，我們那個工程師一個 team， 我們都讀電機的哦，然後一個 team 去分析良率哦，有分出來20幾種不同的問題，就是 EO 問題，有問題的我們就把它分類啊，然後做實驗啊。現在用 AI 直接分類出1萬多種 pattern， 直接呢，它可以線上去把那個有問題的機台變掉，對，把 holding， 然後打電話給該起床的人來顧。所以你沒有發現，以前台積電每次啊換新製程的時候，对，它良率都會比較差，對，毛利都掉。它現在好像這個好像很自然呢，明明越難的、越先進的应該越難做啊，現在還要這個那個備賽啊，什麼新的製程啊這麼多，那導入新的技術，竟然台積電良率不掉，這就是 AI 最大的。而且最近呢，今年台積電在建自己的 data center。哦，他以前沒有嗎？他以前就很多可能有自己的，會用別人的一部分。這就回到最核心的關鍵了。當你真正這些 AI 用到企業的時候，不好意思，每個人要有自己的。哦，我怎麼可以把我的資料 data 給別人？對，如果我們自己的這個銀行賬戶當然也不能給啊。他台積電更不得了。所以以前我可以相信，我給雲端給什麼沒有？對啊，我台積電好，就算我把我所有生產的細節全部放在雲端，就算我把它加密啊，什麼東西啊，你怎麼知道人家沒辦法破解？对，好，如果我不是放在我自己的 server 去跑 AI 的話，這種風險度很大。所以你看，以台積電舉例，台積電要建一個自己很大的 data center 去做跑自己的 AI 哦，同樣的東西在所有的世界一流的公司都要這樣。難怪黃仁勳講說，我給你買東西。回過頭來，你還要買我的東西，那我就聽到魏哲家講說，我賣你一個晶片才多少錢？我跟你買一個這個所謂的 NVIDIA 的晶片回來要一個20萬美元，對，所以因為它會形成一個這樣的回路，對，所以大家都必須，等於說你為什麼可以衝那麼快？我幫你做，我還要買你的東西，而且不但我幫你做，我要買你的東西，所有的東西它的回旋就是所有牽涉到裡面的人，你如果不在這個賽道裡面，你就會被淘汰出去了。其實對科技來說，如果你現在還沒有做，那真的是很有可能被淘汰。那甚至其實我們在看，為什麼我最近很常去學校演講，我覺得對學生來說也是影響很大。我們這個時候，我們已經都念完書啦，我們有經驗啦，我們如果會用 AI， 很快就可以讓我們的產值啊，或者是我們的技術能力提升。現在的學生不一樣現在學生有可能他現在學的東西完全都以後都用不到了。你知道現在軟體公司在應徵人的時候，他還在考你會不會用 Python 啊，會不會用這些軟體啊？但這些東西其實現在未來你根本用不到了。對，你直接就是 AI 就幫你做完了。但為什麼他還是這樣考你？因為這些原來裡面的他也不知道考什麼，對，他不知道，那我要考你智商嗎？对不對？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影響很大哦。所以我們在思考未來的小朋友到底會有什麼太大的差別。像我在看啊，古文明啊，古時候的人啊，平均年齡只有35歲，對，但是他可以創造出什麼瑪雅文化啊，這青銅器文化，為什麼？因為他不需要經過什麼。中學啊，高中，他可能12歲心智年齡熟，他就開始投入做，未來很有可能是這樣。以後我們所有學的東西啊，所有學的東西 ，AI 可以幫你縮短到一個程度。對，那我們的學子只要培養什麼心智能力純熟的這個智商純熟，可以應用 AI 的時候，你就可以來學專業技能了。那我在學校學什麼呢？那學校的東西99%不都被淘汰了嗎？跟社交啊，要心智年齡要夠成熟了，不然很容易被騙嘛，或者變。所以你在學校只剩下社交功能、交朋友的功能，很有可能小時候就開始做心智年齡的鍛鍊了。現在台積電啊，就是你知道台灣像這些所有先進，它缺的不只是電，不是無塵室，還有工程師。台積電現在是在以前的這個工專啊，明治工專那邊，它直接建一個像以前我們建教合作嘛，建教合作以前都是剪頭髮。
對，好，或者是做糕點啊，對，現在建教合作是台積電，做台積電啊，你可能國中畢業，上高中就開始學別樣怎麼運用這個半導體的 tool 啊，分析啊。我等於上高職高中我就開始學了，對，這個其實德國一直都有在用，對，他們可能建教合作，对，建教合作，現在完全都是用這方面。因為像美國在亞利桑那也就這樣做，美國在亞利桑那，亞利桑那就特別設了一個大學裡面有一個部門，就專門給台積電，也就不然這樣的話，台積電到了亞利桑那根本無人可用。對，而且還有一個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說，台灣現在這個小，就台灣現在這個小變成台灣一個很大的優勢。你剛剛講不是只有台積電，我有很多的周邊的廠商，周邊廠商，我看過一個資料，其實張忠謀講的，我200公里，我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後來我看一個資料說，不用200公里，50公里，台積電不管你的廠在哪裡，周邊50公里，我所需要的周邊的配合廠商全部都一應俱全。如果發生任何的事情裡面，我可以都馬上處理。而這個就是為什麼韓國不行，中國不行，其他國家都不行，只有台灣可以的原因。其實台積電它下的是一個很長的棋，這個。黃仁勳沒講的，我可以幫他補充一個。黃仁勳講的，台積電的優勢不是技術，而是信任。其實台積電還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在它 partnership。他所有的這些所謂台積電的小朋友，其實都是他贏的關鍵。我們看太多，我們去拜訪太多東西，影響到台積電的良率。對，所以當這個 Elon Musk 說他要做這個Fab 的時候，他一邊在無塵室一邊吃漢堡。我們不是說懷疑他，而是說，你知道，他可能想的是說，我要打敗台積電，我要跟 Intel 合作，但是他忘了是台積電擁有的是所有相應相關係的。像我們在看啊，像甚至比方他剛到中南部的時候，他有一個良率問題解決不出來，才發現原來是什麼？原來是幾公里以外的養雞的雞糞，因為它的這個雞糞飄在空中。一點點微細，因為那個空氣進來的時候，這個雞糞以前你在新竹不會有這個東西啊，所以你的過濾系統裡面不會去過濾這一塊，那導致呢，在那個廠，奇怪了，我明明在新竹做得好好的，我把它 porting 到這個中南部，這良率就低一點。對，你對台積電低個5-6%就不能接受，而且長期都低，就發現原來是雞糞。那你不能你不能叫他不養雞嘛？但很簡單嘛，我們在過濾的時候多加一道，對，所以你會發現，單這一點例子，你就會發現台積電的優秀，台積電的優勢是所有廠商合起來的。因為你剛才講那空氣濾清不可能台積電自己做，當然啦，所以是空氣濾清的廠商，他要想到辦法幫你解決，說你即使飄進來那很微粒的氣氛，都要把它給排除在外面。然後像我們在看它更多，這個是細微的例子，還有很多那個製造的例子。比方晶片以前是一片嘛，現在越跌越多，越跌越多。那每一個晶片它都有一些這個凹凸不平啊，你疊起來的就像蛋糕。我們如果自己做蛋糕，越高越做一片很簡單，做好多片就開始歪了。好，這叫 wabbage 嘛，它叫歪，它有應力的問題嘛，就是比方東西它邊邊會縮嘛，這個很難解啊，怎麼辦？他找不到人解啊！其中有一個公司就說：“我有一個材料，我貼起來，它一個膠布一樣貼起來。比方我這邊歪起來嘛，我貼起來，我再去烤的時候，它就可以 compensate 就回來了。我說解掉了，好，他就趕快找這個來合作啊，來這像這種例子層出不窮。對，你遇到這些東西，在美國，在別的地方，你光解這個東西，你可能花1-2年都解決不了，因為你找不到人，你可能回到 MIT 啊，回到 Harvard 說，你幫我解決一下。那他的角度可能是想說，那我要怎麼解決，讓他不要不平整？对，你要解決不平整太難了，這是物理的極限嘛。對，你可能到最後就說算了，我不做這個了。但是台灣就有辦法說，我有這個東西，你要不要試試看？對，所以你可以看到這種例子層出不窮。那哪怕是我們拜訪，他光是洗這個設備的廠商，对。他資本支出都要10億清洗工對，我覺得對啊，為什麼？因為他清洗的時候，他洗完它完全沒有 particle。對，你像我們一般洗個車啊，幾百塊、幾千塊，洗超跑2000好了，洗半導體級的設備沒有 particle， 洗一次就是數萬塊。所以你就知道說，他們到最後呢，他們做的是什麼？是說我所有的東西，我要運到那個無塵室之前，我全部都要把它清洗到沒有 particle。所以你回過頭來想，
這個 Elon Musk 他用他的聰明的腦袋想說，我只要把它全部封起來，我就可以在封起來的外面抽雪茄啊，吃漢堡啊。但你知道台積電做到的是已經把變數全部弭平。對，再講久一點的例子，我們的大立光以前的股王大立光，你知道他為什麼比人家厲害嗎？同樣做這個塑膠鏡片的射出，他要把塑膠鏡片疊的時候，他那個精度要維持是什麼？他打地下，比一般工廠的深度多3倍，地基多3倍。他在建他的這個廠房，那個建設公司說：“想說你為什麼要建這麼深的地基？為什麼？他建3倍以後，他就比人家穩，他的那個很細微的震動就比人家少，你就知道。”在20-30年前，我們台灣的廠商，這個大立光的老闆是一個醫生，對他的這個精準的廠商，他就想到，而且跟寶傑報告，你知道大立光在建這個廠的時候，他沒有錢呢。這我們大家都知道。當初幫大家光建廠的人，当他去跟大立光收這個建費的時候，費用，他說我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拿股票跟你抵？他還拿他的股票跟他抵。对，他这個是一個大家 Google 都知道，他那股票當初抵的時候，他150塊就把它賣光了，因為他說我好了，我沒有虧，他就很後悔說我要是8萬6千塊，5-6千塊，對啊，這個都是你就知道他。當他建廠都沒錢，但是他想到我不行，我一定要建一個夠深的。所以台灣這個地方就是為什麼那麼多隱形冠軍？就是我們很特別啊。以前都說我要先賺錢，我才要 improve，沒有，我第一步就要做得好。對，這個就是台灣的厲害的。因為我當時看大立光，我那也覺得很好笑。除了我這樣地基3層以外，每個柱子的間距比別人更短。對，而且他說我水泥打下去的時候，一般一個禮拜我就再灌，他沒有。我要2個禮拜、3個禮拜，我要確定非常穩定了，我才往上蓋下去。所以說，台灣這種工匠的精神其實是非常細膩。而且這個還不是，這是大家還沒拿到訂單，還沒拿到訂單，就是想說哇，這個人太瘋了，太瘋了。對，好，但我想講，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剛好今天有一個那個Touch Taiwan。他去台灣也都覺得很就是很灰頭喪腦、灰頭喪氣，就是因為這個做面板的面板，我們講以前2兆雙星變成了2兆雙星，然後覺得面板都沒有前途、沒有未來，然後就很淒慘。可他居然，我覺得台灣這次最可怕的是說，在 AI 的大浪潮，在台積電整個大系統下，剛剛講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任何只要快的東西我全部看不見，我都沒有想到像 DRAM 的，包括像這個面板的，竟然連這種東西在台灣居然都起死回生了。其實台灣的公司比較弱的地方就是沒有品牌，然後大量生產我們要不在行，但是我们很厲害，就是說我們在一些景氣循環股裡面呢，我們能夠活下來，做一些逆學東西活下來，活得比人家久，到最後等到這個浪潮起來的時候，我們變最賺錢的。每一波都是以前被動元件啊，對，最近的記憶體啊，以前的面板啊，那面板因為大陸真的是做太多了，所以面板本身其實不賺錢，那他們其實也都在很努力的轉型，像很多廠商，國外廠商都倒掉了，就不做了。那我們台灣很努力的轉型，他們其實2件事，無塵室很缺，對，所以你看之前那個群創就賣無塵室給台積電，雖然後來被台積電那個 complain 說，哇，你這個也太爛了吧，那個管件打開哇，裡面都是，因為畢竟是半導體跟面板差很多，但是現在只要有無塵室就是王，他們還是陸續，你看他很多閒置的廠房就被買走，這是他第一個轉型的商機。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fan out 的這個扇形封裝，那過往呢，其實都是大家都知道 wafer 是圓形的，那圓形就有一個很簡單嘛，我們晶片是圓形的嗎？對，我們晶片不是圓形的，我說一顆一顆的晶片，方的，為什麼方的，然後是圓的？那我在裡面做，我一定有些浪費嘛。對，那怎麼做怎麼排都會有一些浪費啊，那這個很可惜嘛。再來的話，還有一個關鍵是圓形的晶片呢，這個大家就不知道，圓形晶片呢，它其實不是平的哦。它叫 donut， 像一個這個甜甜圈一樣，中間厚，兩邊低，然後邊邊又厚。如果你是用顯微鏡去看的話，對，所以說晶片端呢，那個良率跟 performance 最好是在那個圈圈哦。所以過往我們常講，以前呢，我們要去買那個繪圖卡，大家要裝電腦嘛。對，我們之前台積電公司還會上網去看，這個在哪個區？這 performance 差很多哦，因為大家繪圖卡玩遊戲啊，它還可以選是我的晶片是哪個，因為它有編號嘛，它有編號。那我們就發現呢，這個就像那個菜一樣，最好的菜都被
高級的選走。對，以前我們買電腦 ，Sony 啊，或者那個比較好的電腦都比較貴，為什麼？就是因為它那些晶片都是在 donor 區的，第一個被選走。就我雖然是同一片，可是同一片的不同區域。然後最外圈那個比較差的，有可能會良率比較差，那個performance 也比較差，最中間也比較差的，它就會賣到光華商場，散的啊，对。那這個講的是方形會比較解決這個問題。對，好，現在為什麼開始以前都不做？因為方形太難做了，這麼大片啊，那這個技術也不完整，那所有你都要改啊。像我們以前看到那個卡塞啊，就是裝那個晶圓的。都是圓形的，你要裝一個大片的方形，多麻煩啊！它應力也不同，所以所有都要改。為什麼要改？就是因為現在發現，當這個這個先進製程越來越往前的時候，或許換成方的這個，我的產出會變高，對，又不會有浪費，對，不會有浪費，而且呢更平均，对，而且我的 performance 可能會好一些，对啊。那在這些我們剛剛主題的主旋調，就是技術一直往上拉的時候，所有只要能夠 improve 都會被拿來做討論，它就變成一個題材。可是為什麼這個部分變成面板的這個所謂的群創啦，變成你剛才講從圓的改成方的？改成方的有很多可以，為什麼是做面板的人有他的優勢可以做？這個就回到最根本的，因為一般的我們的 wafer 下面是矽啊，它是玻璃啊，那玻璃回來就是你玻璃的相關，因為面板相關嘛，所以你還有方形的這些東西，其實他們以前就是面板人在做的，所以他們有往這邊去開發，有一些專利啊，或者是前期的設計啊。對，那當然這個東西不是現在已經 ready 了，它是就是在 cook 的當中哦，所以說你看這些廠商呢，會開始跟他們做合作啊，會聽到一堆啊準備要去，但是距離真正量產還有一段路。因為畢竟你現在長期已經熟悉了，所有剛剛講所有配套都是圓的，所以你今天幫我們帶來這個東西就是新的概念。對，就是我們左邊這個東西就是原來的晶圓設計，你現在在右邊這個東西就是 FOPLP， 就是面板，就等於說方形。這個東西的差別就可以看出來說，如果我是放在方形的，我幾乎都非常平整，我幾乎不會有浪費。可是左邊的話就會有不一樣了。是，然後 performance 上面它比較均勻，所以就是以前呢，如果我的製程沒那麼先進，我的晶片的複雜度沒那麼高，我這個晶片它的這個 fluctuation 大，我沒有關係。但因為我越到往前越製程越先進的時候，這個變成問題了，所以大家就回來看這個 FOPLP 了。對，好，那未來呢，這個上面呢就變成說，像我們看到像車用啊、AI 啊，或者是消費的，在中高階的時候，有可能就會用到這一塊。那還有再來的話，就是產出嘛，最核心關鍵，台積電就不夠啊。哦，你看現在全世界所有各大像 Google 啊、Anthropic 啊、NVIDIA 啊，他都在講台積電你擴廠還不夠。台積電說，我已經今年高盛出一個報告，明年的 Capex 可能到600-700億。今年500億，這麼多誇張但是 even 是這樣，大家都覺得還是不夠。因為我記得我們那時候開始討論那個台積電的時候，它一年資本支出300億就已經變新聞了，那已經很大了。300億之前都100多億。對，那我覺得後來現在要求到600億，那等於就是 double 再 double 的了。是，而且其實就算是舊的製程，其實它現在除了28就是一些純消費性以外，它舊的製程其實都是滿的。对，哦，大家都在着眼在看2奈米啊，但其實3奈米現在是最缺的。对，所以缺的東西不是只有最先進的，而是說層層疊疊，每一代都有不同這個迭代的產品，車子啊，這樣未來還有這個機器人都還沒用到，這麼多的東西現在都滿了。對，這東西大家都沒有想過一件事，就是說現在台積電全滿。其他人大部分也都滿了，那這些機器人到底要去哪裡做？沒有東西，車子要去哪裡做？就是未來有很大很大的量在那邊等着你。可是剛剛講到，像伊隆馬斯克啦，包括他們講的，我找 Intel 啊，我找三星啊，像伊隆馬斯克之前不就找三星合作嗎？那結果都失敗嗎？最後都沒有辦法承擔這樣的一個壓力嗎？也就是說，最後還是你要進到這種不包括2奈米、3奈米到先進製程，還是非台積電不可嗎？我可以說不會失敗。但是呢，也不會影響到台積電的這個優勢。原因是很簡單，是因為製程並沒有只有最先進製程。其實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如果未來的實體 AI 的需求大量放大，它需要的晶片不是只有最先進的，它會需要各種各樣不同的晶片。所以說，你說像
低軌衛星啊，像光通訊啊，這些最夯的，它其實用的晶片不是最先進的，它甚至聯電，其實聯電做很多光通訊晶片，因為它不是要最先進的，所以就像以前車用晶片在很缺的時候。最好的是世界先进，也不是台積電，因為它有高壓製程。对，所以你說用 Musk 他去做 Fab， 他如果沒有天馬行空亂做，他Intel 幫他做，然後做他需要的這些晶片，我覺得是 OK 的。所以它的需求量太大。对，但台積電走的是主旋律，它跟的是 NVIDIA 啊、AMD 啊，对这些公司一直往前去走最先进的，開出那個最先進的 AI 的路。也就是說，那個整個利基最大的部分被台灣吃掉。那你剛剛講的一個就是現在最夯的都是矽光子，面板跟這個矽光子之間也有關係。就說台灣很厲害的，因為我覺得有一本書叫《無限賽局》。對，無限賽局就是說你任何的勝負不是一場戰役、兩場戰役，是你能夠活下來，你就是勝利者。对，現在的面板，我們台灣就這樣，你活下來了，撐久了，結果接完，而且現在是面板有很多的技術。包括跟矽光子有關的，都這些東西都，只要你有這個技術，你可以存活，我們都可以在這個戰役裡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其實就是過往，就是我們看到台灣最厲害，就像剛剛寶傑講，他先活下來，然後等到 timing 對了，他就上去。对，那當然有的時候股價會先漲比較快了，因為大家都在找新的題材嘛。但是呢，就像我們過去看像這個被動元件啊，或者像載板啊。以前我們在看那個載板，那個30-40塊的星星啊，那時候大家說它要變好啊，它其實數字都還沒變好。但是因為厲害的人他已經看到了未來這個產業的供需改變啊，那我覺得面板現在是在那個 early stage， 它在剛開始。所以現在看面板的人都在看它一些舊的這些廠房能不能活化，然後拿到新的錢，可以往新的技術去擴。那這中間會怎麼變化？我覺得大概給他1到2年的時間。好的，冠軍，你常常講，我剛才從一開始，你的投資邏輯就是我有趨勢，然後開始找產業，再去找個股。那剛剛講現在之前趨勢是矽光子，那我回頭還來就是說，那我們接一些個股，包括像設備股這些東西，現在的趨勢在哪裡？其實現在就是因為技術一直往上演進，下一個設備相關，大家現在最在乎的其實就是 SOIC。所謂 SOIC 就是以前呢，記憶體不是從DRAM 變成 HBM， 對，它就把它堆疊起來嘛，對啊，把一顆變成堆疊3顆。SOIC 也是把晶片堆疊3顆。哦，啊，就是我以後的一個晶片組，整個封裝 SOIC 的封裝裡面會有一個 HBM 啊，3顆。好，再配上3個 IC 組成一個組，所以它不是只有 HBM 組堆疊起來，對，它連 IC 都堆疊起來。哦，然後最後呢，再用矽光子傳輸，因為它的 data 太大。對，其實會用到光，最簡單就是太塞車了嘛。對，我台積電常在講，為什麼台積電 NVIDIA 說我一定要光？我今天內湖很塞車，沒錯。如果我比它突然多3倍的車。對，不塞爆了嘛？全部人都不用出來。就我車子性能再好，但我的路很爛，我也沒辦法出得去。所以，你去問台積電，台積電說，如果光這個所謂的 CPU 不成功，那我台積電就慘。他甚至這樣講，為什麼？我做出來了沒有用啊？對，我車子開不出去。沒有用啊。所以再難做，他要把它完成。這個關鍵是這樣。那 SOIC 呢，就是未來所有設備還有光的測試啊、驗證啊的設備，也是這2個。你看到這些東西都是我們新的2027到2028最新 IC 裡面的技術。所有設備，因為設備都是要買之前的，你買現在就已經過時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設備商都是往這個地方走的，它股價反應的最快。可是我是一個股票白痴，我也搞不清楚。就是說你剛剛講的設備商，什麼樣設備商呢？比如說我們之前講高登是做罩子的，然後我們知道說這個所謂的中砂是做研磨的，然後我們這也知道有做無塵室的，或者是說有些這個是做這個偵測的。那哪些是你講的這個新的系統裡面，它的這個設備商哪些是它的設備商？然後這些設備商它要做什麼的嘞？那現在比較好的就是現在的我們剛剛提到外資啊，他們不是只算現在 EPS 他們就開始看技術演進哦。像我剛剛提到的，像發現 SOIC 的時候，濕製程很需要，所以台灣的濕製程公司啊，這些什麼宏碩啊、星雲啊這些濕製程，它外資就真的出報告哦。然後你會發現哇，它怎麼給到那個 EPS 是給到很後面的評價？
它重點是什麼？告訴你方向在這裡。好，那甚至我們在跟外資聊天的時候，他就在拆解，就是未來光它的檢驗，它有 inspection 1、inspection 2、inspection 3、inspection 4，每一個階段哪些公司導入，哪些公司有商機。好，台灣有這些很多公司在裡面有機會，已經送入驗證了。其實這些外資都在出報告，所以你會看到像什麼 POCA 的公司，每個甚至 POCA 公司外資報告出到1萬啊，那些其實本益比都超高啊。為什麼？因為就是他看到未来，我剛剛提到這些下一個階段的技術的卡位。那以前呢，如果不管是經理人啊，或者一般散戶，你根本不會知道這些啊。对啊，還好现在外資，他其實這些東西他都發表了，那新聞啊這些他其實都有寫，所以我要注意外資的這些東西。所以可以跟大家報告，就是說外資報告不是每個都會反映這些東西，但是呢。你如果他在講的是技術的演進，在這個時間點你要特別在乎，那你反而不要太在乎說他估 EPS 多少，有人說啊那家台積電估今年96塊，這家估台積電今年100幾塊，沒有不，大家其實不 care， 对，大家真正 care 的是台積電的技術，台積電的競合關係，大家真正 care 的是這些施製程的未來的趨勢，好，這個 CPU 啊，光通訊，它未來它所用到的技術是什麼？那反過來，如果你這個技術被淘汰了，完了，哇，那個股票真的是就暴跌，有把它卡在裡面，這非常重要。對，所以這就回到你個人的經驗，我覺得很有趣。你是清大電機系，然後你在台積電當了3年，然後你就去出國念財務，你當了20年的這個所謂股票分析師，你得了很多的大獎。其實發現說，現在。你的財務操作、那個什麼商業的邏輯，或者是它不是最重要的。你現在翻很多的這個經理人、投資者，他基本上是要工科背景。為什麼要工科背景？因為我必須要工科背景，所以我要了解。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就要去知道說我這個操盤的人有沒有工科背景，因為這樣工科背景，我才知道說，在未來的產業裡面，他才有判斷下一步是什麼。那在下一步的什麼，他需要什麼樣的技術？然後下一步的這個技術裡面，台灣有什麼樣的廠商是符合的？然後這些廠商是不是能夠卡進這個位置？這就變成你剛剛講的趨勢，這就是你的投資邏輯了。現在的經理人其實很辛苦。其實我不是說工科才能做這個啊，但是問題是我以一個我的角度來說，現在的經理人要學的常識遠比以前我覺得多至少10倍。以前呢1年呢可能1、2個題材啊，5、6個主副題材，現在是一季就幾百個新的技術哦，而且每一個技術都關係於那個股價太多了，可能這個公司一卡到這個位置，它漲幅就是1、2倍。而且不是小公司哦。以前我們看那個大象啊，台積電、台達電、日月光啊，溫溫的漲，一年漲個10幾20%。現在不是幾倍的漲，對，幾倍。那台達電就幾倍的漲啊。所以現在的分析師啊，或者是工程師啊，不管分析師跟經理人，不管他是什麼出身，他真的要很深入的去研究產業跟技術的变化。那還好，現在有很多厲害的分析師啊、AI 啊，你可以用。但如果你不用，你只用過去的說啊，我技術分析抓一抓，籌碼分析抓一抓，我自己在家裡想一想啊，我覺得這個邏輯就是這樣。對。但以現在的操盤，那真的要運氣很好才行。因為我的感受就是，我在去年休息的時候，我自己很無聊，在家做一些功課。做一些功課以後，我就發現，現在未來 AI 的時代來了。AI 時代來以後，我就覺得，這個電很重要。電很重要，我就用 AI 說台灣哪些電很重要 ，AI 就告訴我一個台達電，他告訴我那個電源管理非常重要。我當時就非常好奇說，那我要不要買台達電？我當時就想，台達電那時候我們300塊以上，200、300塊。那我沒有說我在投資，我是說我自己的感覺是說，當我看到這個東西，如果我當時看到這個趨勢，知道告訴我未來的電很重要。電很重要，台灣有一個台達電。如果我當時就是說投資，那現在又是10倍的這個收益。那當時比如說我看到當時今周開始講到矽光子，我也搞不清楚矽光子的話，就剛剛你講的，除了我要跑得快以外，我要很好的道路做中間的穿梭。當時我覺得以前投資說，我要看那線形圖啊，我要看它的這個財務啊什麼。現在不是，你看財報都太晚了。對，你一定要去看這個的技術的未來可行性。這個技術裡面，這個公司本身的技術含量夠不夠？我反而覺得那個投資邏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了。在這個3年之內，真的是這樣。
對，那我們其實經歷過很多循環啊，每個循環都有不同，但老實說，這個循環真的很長。已經長到就是說，被迫所有的經理人都要有這樣子的特性。對，如果你現在沒辦法去判別新的技術，找出產業的趨勢，其實你很容易被淘汰。是，這是沒有辦法。好，那而且我知道你也常常到學校去投資，對，然後很多的新生也都問你說，哎，我怎麼辦？我要怎麼去建構我的邏輯？你最後能不能簡單一點告訴我們說，我做一個，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我覺得你現在常靠薪水翻身，我覺得很難。对，你要靠技術，那真的你知道非常特別。否則一般來講的話，我覺得投資變成一個人要翻身，或是至少不要被淘汰的一個重要的關鍵。是，所以你會不會投資，你有沒有辦法看趨勢，那個已經不是說你們多賺幾塊錢了，那是你在這個社會會不會被淘汰的一個重要技能了。对，我去學校最大分享，我都是一直分享，就是投資是很重要的。投資有一個說，投資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其實最關鍵就是你用投資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台積電這個是集合多少人的智慧，多難的多少的錢，你用錢你就可以投資啊。有些人說什麼我單身結束單身前每天買一股台積電啊，這種各種各樣。回過頭來，你看你在台灣，我們現在 GDP 超過日本，超過韓國，對，但我們的薪水有超過他嗎？沒有嘛。所以說，你就是要靠投資，才能夠站在這些巨人肩膀上去往前去走。那我去跟學生分享，就是說，如果你的投資只看到是漲幅啊，就是什麼標股啊什麼，這投資對你沒有意義。对，投資核心關鍵就是我站在巨人肩膀，讓巨人幫我賺錢。所以我們在看的時候，就是從產業去看，本來就是覺得台積電很好，台積電很好，日月光很好。世界上很多公司啊，比方光通訊，我可能看不懂台灣的，我可以去買台灣的美國最厲害的啊，像 NVIDIA 不投資 Lumentum 嗎 Coherent 啊，我可以投資世界一流的企業，讓他來幫我賺取這個趨勢的錢。這個是一般的平民翻身最好的一個方式。不然的話，你看現在其實老實說，物價上漲的速度遠比我們的薪水快。那如果你不能用投資去做你最大的武器的話，其實那個風險就很大。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現在時代裡面，台灣剛好站在一個浪潮上面。那台灣浪潮上面，我們當然也不會去推說你要買哪個個股。但是剛剛講的，我們今天找萬軍來，就是因為他的投資邏輯是我所欣賞的。你要找對趨勢，你要才去了解產業，然後你才去想你的個股。然後再去了解趨勢的時候，你必須要做功課，你不可能天上掉下來一個股票讓你可以接得到。那怎麼樣去抓到趨勢？現在有 AI， 有各種輔助的工具，我們當然希望能夠提供你夠多的資讯。至少現在這樣的一個波段裡面，未來的 K 型社會，未來的整個社會的變化會越來越急劇。你能不能投資，確保你在這個社會上，你不要說你翻身，至少能夠保住你現在安身立命的機會。非常謝謝萬軍，謝謝。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抖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